前江城苏家以婚约为掩护，查青云门灭门案。去苏家别墅。装什么孩子这边？请出示请柬。我叫叶凌云，来找苏镇山老爷子。哟，这不是苏家那个传说中的穷亲戚吗？8年没见，还穿成这样。你来干什么？履行婚约。爷爷定的婚约，我不认。来人，把这位贵客请出去。我自己走。周少吩咐让你长长记性。江城的水真是比非洲还浑呐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子突发心梗，快不行了！苏小姐，老爷子心脏出了问题，已经打了急救针，但什么？救护车赶到，至少还要20分钟。老爷子的情况恐怕……让开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苍兰的儿子，叶凌云，留下，今晚就住这里。继续。姐夫，我给你送点吃的，还有药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我姐她其实人不坏，就是脾气差。我知道。那我先走了。废物一个，老东西命大被救回来，算他运气好。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打断他一条腿，让他在江城待不下去。周少放心，跟我争，一个破落户配。姓叶的，周少让我们给你带句话：滚出江城，否则下次就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回去告诉周明玉，下次他自己来。老爷子底子好，恢复得很快。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老头子这条命昨晚就交代了。这是按照你开的方子抓的药。爷爷，这位单身被调换了。查，给我查清楚！
叫周明远进来，你自己看。老爷子，这是误会。从今天起，苏家与周家断绝一切往来。你走吧。你比你父亲更像你师傅。老爷子认识我师傅，只是听说过青云子一代奇人。姐夫，多吃点。雨桃，谁让你叫他姐夫的？本来就是姐夫嘛。这孩子从小被惯坏了。凌云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会。姐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穷人分文不取，富人不给够价不看。哼，新来的，这条街规矩，每月3000保护费，先交半年。这条街的规矩，从今天起改了。快来人啊！别动他，我能救。咬住这个。这止血手法，您是军医出身？民间大夫，诊金1万。给大夫您留个电话。这小伙子可以啊！是啊，刚才还以为他是骗子呢，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。姐夫，你白天救了那个包工头，好厉害。还行。可是你才收1万块，那个伤换别的医生至少收10万。他给得起1万，这就够了。请问是叶凌云叶大夫吗？我是江城神府的管家，我家小姐身患怪病，遍请名医无效，请问叶大夫医术高超，恳请您过府一诊。沈万军府上，正是。明天上午。沈万军当年与青云门有过往来，若有机会，不妨一探。脉象奇特，闻所未闻，各项检查都做了，查不出病因。沈先生，恕老朽直言，令乙这恐怕不是病。那是什么？南洋奇毒，月寒饮。年轻人，不要信口开河。老夫行医40年，从未听说过什么月寒饮。那是你没见过真正的毒。月圆之夜，浑身冰冷昏迷，中毒3年。最初只是手脚发凉，后来逐渐加重。最近半年，每次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再拖半年，他就再也醒不过了。所有人都出去，留一个人烧热水。全都出去！你是谁？大夫。爸，我感觉好多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叶大夫，请用茶。沈叔叔，我听说若曦的病有救了。哟，叶大夫这是怎么了？沈先生，这杯茶里下了药，证据就在这杯茶里。来人，把这个下药的下人抓起来！周少爷让我下的，你疯了！周明远，你周家在江城是有些根基，但在我沈万军面前还不够看。从今天起，沈家全面封杀周家。沈老爷，我错了，请您原谅我这一次。姐夫，我请你吃夜市。好。
叶凌云，我跟你没完！叶大夫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在江城有任何事儿，找我沈万进。沈先生客气。叶大夫年纪轻轻，医术通神，敢问师承？家师青云子。青云子，青云门。沈先生知道青云门。20年前，我遭人陷害，命悬一线，是青云门一位道长救了我。后来我听说，青云门一夜之间被灭门。我查了20年，只查到一点线索。这件事与江城血上。盟主魏天雄，人称熊爷，手下4大金刚，个个能以一敌10。此人手段通天，连我都不敢轻易招惹。多谢沈先生告知。敢闯血煞盟，胆子不小。这是北欧佣兵圈的极光杀，兄爷要不要追？不用追了，传令下去，谁也不许动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才如果下杀手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叶凌云，想要他活命，一个人来城北废弃工厂，记住，一个人。自废右手，否则我杀了他！你知道北非有人绑我战友威胁我，结果怎样？什么？一个都没留下。给我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周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走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有很多事要做的人。今天是第2针。谢谢你。那天如果不是你，好好，别说话。这是失传的离火针法，老夫只在古籍中见过记载，难怪我等诊断不出。月寒饮之毒，须以离火针法由内而外逐层逼出，此子医术远超我等。叶大夫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说。你为什么愿意救我？我是说，除了医者本分之外。因为你父亲20年前认识一个人。叶大夫，请用茶，这是老爷特意吩咐的上好龙井。又来，这茶是经谁的手泡的？是后厨的小周，他是周家推荐来的人，叫他过来。这杯茶你自己喝。叶大夫饶命！是周少爷逼我的。他说如果我不照做，就让我全家在江城待不下去。证据有了。好一个周家，2次对我沈某人的勾人下手。爸，我要叶凌云死！我要他死！我要他死！沈家已经全面封杀我们，1天之内，周家丢了7个大蛋。那就找雪煞盟，找熊爷，多少钱我都出。我周国富在江城经营20年，不是谁都能踩一脚的。
明月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爸会处理。兄爷，是我周国富，有件事想请您帮忙。沈万恒，你为了一个外来的野郎中，跟我周家撕破脸？周国富，你儿子2次对我沈家暗人下毒，我给过机会。好得很。叶大夫，熊爷请你走一趟。如果我不去呢？那就只能请您走一趟了。我跟你去。叶大夫放心，你的医馆沈不正看。叶大夫，请坐。周国富开价5000万，要你一条命。熊爷打算接这笔生意。5000万买一个会极光杀的人，太平。北欧暗夜佣兵团，代号暗夜君主，8年北非战场，亲手端掉17个武装罩点，手底下的人命没有1000也有800。叶大夫，不，应该叫你暗夜君主。我想问你一件事：20年前星云门被灭门，听说过？当年参与那件事的这些人一个接一个的死，死法各不相同，但一点相同，都是被那根灵针刺穿心脏。秦老，事情办妥了，那个姓叶的小子暂时不会查到我们头上。青云子的徒弟不简单，元兄，盯紧他，必要的时候。有人！青云子的徒弟果然有几分本事，不过越有本事的人死得越快。戴浩清，白发，能让魏天雄毕恭毕敬。发现一个戴浩清的老者，魏天雄称他青老，与青云门灭门案直接相关。青玄子与师叔20年前失踪。师叔，凌云，这封信是你师父青云子20年前托付给我的。这是青云子信中说，若有一天他的徒儿持信物前来，便将此物交予。这枚铁牌是青云门执法长老青玄子之物。20年前，青云子将这封信交给我时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如果我回不来，等我的徒儿来取。云找到青玄子，问他一句：为什么？叶大夫，我今天感觉好多了。第3针是明天，今天不用来。我不是来看病的。省城赵家的千金赵青言也患了类似的怪病。赵家20年前垄断了全省的药材市场，赵家遍请名医，无人能治。如果你能治好他，赵家的药材生意20年前是怎么做起来的？听我父亲说，赵家当年结识了一位南洋商人，通过他拿到了一批稀缺药材的渠道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南洋商人？具体的我不清楚，但如果你愿意去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好，我去。那我陪你一起去省城。你留在这里养病。离火13针还剩4次，你在哪儿治都一样。再说了，赵家我比你熟。姐夫，这么晚了，我要去一趟省城，快的话3天，
慢的话7天。这个你帮我保管，如果7天之内我没有回来，和那本账本一起寄给我师父。姐夫，你一定要回来。你就是治好若曦那丫头的大夫？赵叔叔，叶大夫的医术，我父亲亲眼所见。跟我来。不是月寒饮，是蛊毒。赵先生，这蛊毒不是中原的手法，你女儿是不是接触过南阳那边的人或东西？20年前，有一位自称庆先生的南阳商人，赵家打通了药材渠道。后来我发现那批药材里混了不该有的东西，可一切都晚了，庆先生也从此消失。庆先生长什么样？白发，声音沙哑，左眼角有一颗黑痣。蛊毒已经深入五脏，我需要3天时间，每天施针3个时辰，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叶大夫只管施针，天塌下来，找某顶着。云玄子师叔，你的手伸得真长。想跑？你是谁？大夫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。我梦到很多虫子在我身体里爬，好多年了。每次月圆的时候就特别难受。以后不会了。谢谢你。这是当年庆先生与我往来的所有记录，信、账目、货单都在这里。赵先生，多谢。叶大夫，20年前我做了错事儿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办法弥补，但找不到那个庆先生。不用找了，我来找。掌门师兄将青云1典传给小师弟，我不服，凭什么？南阳的巫蛊之术与青云门1道可以互通，他们说可以帮我夺回掌门之位，条件是我不后悔。内鬼是庆玄子，带他回来见我，活的死的随你。姐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说了会回来。赵青岩那边怎么样了？蛊已驱除，休养1个月就能彻底恢复。庆玄子，南阳武将，20年前的灭门案，该召集老伙计了。老大，我来了。8年不见，老大你还是老样子。哈哈哈，
听说有假打。老大，好久不见。家伙都带来了。这次是清理门户，对手是20年前背叛师门的师叔，会巫蛊之术，背后还有南洋巫蛊教，听起来比北非有意思。我已经查到清玄子的落脚点了，城郊老宅，外面布置了古阵。古阵交给我，那个老东西，我来会会。老规矩，我在后面守着。今晚动手。你和你师父年轻时很像。青云门弟子叶凌云，见过清玄子师叔。20年了，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会有人来。师父让我问你一句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甘心。既然来了，就让我看看师兄选中的传人比我强在哪里。如你所愿。用青云门的医术打败我的巫蛊之术，你若能做到，我便告诉你叶苍兰的下落。好。你比你师父强，他用离火13针，最多同时操控9根，你用了12根。师叔，我父亲在哪儿？龙渊谷战场，巫蛊教总壮。你父亲叶苍兰被囚于祭坛之下，这张地图标注了入口和护坛古镇的阵眼。告诉青云子，我对不起他。师叔，20年前我走错了路，但你父亲不该替我受过，去救他。我知道了。师叔走之前说他走错了路，但最后一刻他把地图给了我，因为他后悔了，后悔了20年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如果他不后悔，就不会把地图藏20年。他一直在等一个能来的人。老大，听说要干大的，我订了明天的机票。龙渊古镇的资料已整理完毕，巫蛊教总专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正好最近闲着，手痒。老大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药箱已备好，这次带了3倍的批信单。江城集合，3天后出发。我也去。不行，龙渊太危险。你说过我爷爷帮过青云门，现在青云门的掌门要去救他父亲，我苏家的人不能袖手旁观。好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任何时候跟在我身边，不许乱跑。凌云，20年前我没能帮上你父亲，20年后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。老爷子放心。屁股单，我找赵叔叔要的，你贴身带着。谢谢你，若曦姐，照顾好他，我会的。龙渊一带血煞盟的联络点，有需要随时调用。多谢各位，等我的消息。
这张地图上标注的阵眼是什么意思？巫蛊教的护坛古阵，踩错一步，蛊虫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出来。那怎么破？阵眼在这里，只要毁掉阵眼，整个古阵就会崩溃。老大，龙源古镇那边有新情况。什么情况？镇上最近多了一伙人，身上都有南洋刺纹，应该是巫蛊教总坛派出来的。多少人？至少20个，带头的是个女人，据说是巫蛊教主的左膀右臂。来的正好，省得我们去找。什么人？叶凌云，青云门第138代掌门。青云门，你是叶苍岩的什么人？他儿子。巫蛊教总禅入口在哪儿？我说，入口在古镇北边的古庙，神像底下有机关。护坛古镇的阵眼在哪儿？祭坛正东30步，有一块刻着古咒的石碑，毁掉石碑就能破阵。你们教主在哪儿？教主常年在地宫深处闭关，除了他身边的圣女，没人能进去。圣女？就是这次带我们来龙渊的女人，她叫阿曼达，是教主从小养大的。她在镇上还有一队人，今晚会在古庙换房。去古庙，在他们换房之前拿下圣女。庙门口4个守卫，庙里至少还有6个。那个圣女在正殿。动手！你就是杀了清玄子的那个人。是我。清玄子不过是我巫蛊教的一条狗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但你敢闯我总察，就得付出代价。这句话应该我来说。20年前你们囚禁我父亲，20年后该付出代价了。退后，这物有毒。苍龙诀，你怎么会巫蛊教的克星功法？青云门的底蕴，岂是你们这些南洋邪术能比的？地宫入口的机关怎么开？神像左眼，按3下。但我劝你别下去，教主已经知道你来了。正合我意。老大，地宫空气里有蛊虫孢子，戴上面罩。这是护坛蛊咒，触发机制是重量感应，踩上去就会激活。清玄子标注了安全路径，跟着我的脚步走。站住！是凌云。爹，儿子来晚了。不晚，20年不晚。好感人的父子重逢，可惜到此为止了。20年前，叶苍兰废了我师父，20年后，他的儿子又送上门来。
天道好轮回。六莽星、结阵、苏雨堂留在这里。20年前的账，今天一并算清。本命金蚕蛊，老夫祭炼了40年，你能死在他们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哈哈哈哈哈！中了我的金蚕蛊，3息之内必死。20年前你父亲废了我师父，20年后你废了我，报应。爹，回家。老大，这里要塌了，快撤！快走！我断后！暂时稳住了，需要长期休养。你比你爹强。杨海在家等您，等了20年。20年没看过日落了，以后每天都能看。你师父把掌门之位传给你了？是。青云子选对了人，这是青云1典下半部。20年了，我把它藏在舌头底下，巫蛊教搜了无数次身都没找到。爹，我会让青云门重新站起来。姐夫，这是什么？完整版的青云1典，不仅有医术，还有一套失传的功法——苍龙诀。苍龙诀是青云门开派祖师的独门功法，1、5合一，刚柔并济。只有将1典上下2部合一，才能看到完整的口诀。清玄子背叛师门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套功法。他已经死了，这套功法我会用来重建青云门。我爹的药，伯父刚喝完睡了，这是你的那份补气的。姐夫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。你以前在北非杀过很多人吗？杀过。战场之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那你后悔过吗？后悔没有用，我能做的是让以后少死一些人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才要重建青云门。是的。爹的身体恢复的不错，再有一段时间就能长途跋涉了。这段时间我们清扫龙渊，
巫蛊教总闸虽塌，残余势力还在周边活动，斩草要除根。镇东、镇南、北山3个据点已锁定，分头行动，3天之内让巫蛊教在龙渊彻底消失。是。你就是叶苍兰的儿子？你是谁？巫蛊教上一任圣女被你们杀死的教主是我的师弟。你要为他报仇？他该死。当年囚禁你父亲，我就反对过。巫蛊教总训隐士修炼，不是争霸中原。他不听，把整个教派拖入深渊。这是巫蛊教在南阳的所有据点和人员名单，拿去吧。从此以后，巫蛊教不会再踏入中原一步。为什么给我？我不想让祖师爷传下来的教派毁在手里。你灭了总盘，已是巫蛊教大敌。但我给你这份名单是求和，不是怕你。告诉叶苍兰，20年前他闯总判时，是我偷偷给他送过水和食物。他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他。他叫阿波罗。当年我被囚禁在祭坛，确实有人每隔几天从铁龙缝隙里塞进水和干粮杀。原来是他。他说巫蛊教不会再踏入中原，那就到此为止吧。20年的仇，该了结了。爹说的对，该了结了。伯父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再过几天就能上路了。太好了，江城好多人在等您呢。丫头，你叫苏雨堂？嗯，苏振山的孙女。是。你爷爷当年帮过青云门，20年后他的孙女又帮了我儿子，缘分。20年了。爹，走吧，娘在家等您。伯父，喝水。谢谢你，丫头。20年前，我追查灭门案，一路追到龙渊。当时凌云才刚满月，他娘抱着他站在青云门山门下送我，说早去早回。我答应他，3个月就回来。这一走就是20年。伯父，回去就好了。伯母等了您20年，一定很高兴。玉堂，你说的对，儿子，你比你爹强。你爹用了20年才回来，你只用了3个月。因为我是您儿子。苍兰兄，镇山，20年不见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叶前辈，血煞盟当年对不起青云门，魏某愿受责罚。过去的事一笔勾销，以后血煞盟和青云门是友非敌。多谢前辈。你们这一路还好吗？回来就好。师兄，师兄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清玄子的坟在后山，等你休息好了，一起去看他。好。
凌云，跪下。青云门第137代掌门青云子，传位于弟子叶凌云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青云门第138代掌门。你父亲的仇，青云门的仇都已了结，但青云门的传承才刚刚开始。你要让青云医馆开在人间，让青云门的医术造福苍生。弟子领命。掌门师兄，还是叫姐夫吧，听习惯了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把医馆开好，把青云门的医术传下去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照顾好我爹娘，照顾好你。我以为你眼里只有青云门。青云门是我的责任，你也是我的责任。苍兰，我回来了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青云门第138代掌门叶凌云，今日重光司门，祖师在上，弟子立誓，青云门不再隐世，医馆开在人间，医术传于天下。恭喜叶掌门，贺喜叶掌门！丫头，你跟着凌云学医多久了？3个月了。这3个月你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医者仁心。掌门师兄说，医术不是用来炫耀的，是用来救人的。跪下。苏雨堂，你可愿拜入青云门为我记名弟子？我愿意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便是青云门第138代记名弟子，为师不在时，由掌门师兄代为传授。掌门师兄，叫姐夫就行。老大，恭喜青云门！恭喜老大当上掌门！以后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掌门老大了？叫老大就行。来，老大，五谷教在南阳的残余势力，我已经全部监控起来了。那个老妪阿罗拉确实没有变动，盯紧就行。只要他们不踏入中原，不必赶尽杀绝。老大，我申请留在青云医馆坐诊，北非的战场医疗和青云门的中医，我想融合贯通一下。可以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位置。狙击手负责情报网络，爆破专家负责机关阵法，情报贩子管理世俗产业，近战格斗担任武职教习，医疗官在医馆坐诊。六芒星从今天起正式变入青云门外门，不再是雇佣兵，是青云门的6根支柱。大夫，我老伴儿病了很久了，这是家里所有的钱。诊金免了，药费也免了。雨堂，给老人家抓药。好嘞。医生，太感谢您了。去把一针千金的牌子挂出去。雨堂，我给你带了赵叔叔家的药膳方子，谢谢若曦姐。若曦姐，你没事，就是觉得她穿上这身长裳比以前更好看了。放心，我不是来跟你抢的，她有你，挺好的。若曦姐，行了，我走了，改天再来蹭饭。
姐夫，你以后会一直留在江城吗？会。不走了？不走了，这里有医馆，有六芒星，有师傅，有爹娘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若曦姐，她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你……她是沈万军的女儿，我救过她，仅此而已。姐夫，你以后会一直留在江城吗？会。不走了？不走了。这里有医馆，有六芒星，有师傅，有爹娘，还有你。叶凌云回来了，还当上了青云门的掌门。他在龙渊灭了巫蛊教，沈家、赵家、魏天雄都站在他那边。哼，我们现在动不了他。老爷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等一个机会，叶凌云总有松懈的时候。苏家那丫头撕了婚约，苏振山那个老东西肯定对她失望，从苏家下手。雪宁侄女，好久不见。周叔叔有事儿？明远的事儿，是我周家对不起苏家，我今天来是想弥补。苏家城东那块地皮一直没开发起来，我周家愿意出全资联合开发，利润55分。条件？没有条件，纯粹是赔罪。我考虑考虑。叶凌云，毁了我儿子，我要你身边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老大，周国富在动苏家的脑筋。说，他去找了苏雪宁，提出联合开发城东地皮，但那个项目的背后是一批来路不明的资金。我查了一下，资金来源是省城一个被查封的地下钱庄。周国富在洗钱？不止，他还在暗中收购苏家的散股。如果让他拿到足够多的股份，苏家的控制权就会易主。证据呢？都在里面。盯住他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明白。周国富这个老狐狸，趁我苏家不备，暗中收购股份。他用的资金来路不明，一旦事情败露，苏家会被牵连。雪宁那丫头还瞒着我签了意向书，意向书没有法律效力，关键是股份。周国富目前收了多少？15%，加上他原本持有的5%，一共20%。如果让他收到30%以上，就能进董事会。剩下的股份在谁手里？我手里有40%，宇堂名下有10%，雪玲名下有10%，还有一些散户。老爷子，剩下的散股我来收。周国富在动苏家，我需要各位帮忙。叶掌门，请说。周家产业涉及地产、建材、物流3个板块，我要3天之内让这3个板块同时受到压力。建材方面交给我，我赵家垄断全省药材，建材方面也有渠道，压一压周家。物流交给我，血煞盟在江城物流行业还是能说上话。地产交给我，沈家。周国富那几个楼盘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多谢各位。另外，苏家的散股，请各位帮忙收，全部收到苏玉堂名下。明白。保苏家就是保叶掌门的心上人。说正事。这是什么？股权转让书，苏家15%的散股，现在都在你名下了。这得多少钱？没花钱，沈家、赵家、魏天豪帮忙收的，他们还欠我人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周国富想吞掉苏家，因为苏家是你家，因为我答应过你，会照顾好你。姐夫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还？不用还，好好的就行。什么叫建材供应商全部断货？什么叫物流车队被人扣了？什么叫楼盘被查封？老爷，沈家、赵家、血煞盟3方联手了，我们的供应商、车队、楼盘全部被卡住。叶凌云，
是叶凌云。老爷，苏家的散股全部被人收走了。现在苏雨桃名下已经有25%的股份，加上苏镇山的40%，苏家的控制权已经牢不可破。完了，周家完了。爷爷，我不知道他是在洗钱。雪宁，你太要强了。当初你撕了凌云的婚约，我没有怪你，但你后来做的那些事，伤了太多人的心。爷爷，我错了。错了就改，但有些人有些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凌云的孩子从一开始眼里就没有你，但你妹妹是真心对他好。我知道了，爷爷，我想去国外待一段时间。也好，散散心。姐，雨堂，对不起，姐姐以前对你不够好，你是我姐，永远都是。叶凌云，对不起，当初我撕了婚约是我眼瞎。过去的事不提了。这是爷爷当年给的信物，一对玉镯，本来应该是，算了，给你们。雨堂，照顾好他，也照顾好自己。姐夫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清闲，有时间来陪我？我杀过人，见过地狱，也见过这世上最丑恶的东西。是你让我相信，人间值得。苏雨堂，嫁给我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老大要结婚了，新娘子是谁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雨堂妹子。老大居然比我先结婚。数据统计，雇佣兵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5岁，老大提前了10年，属于异常值。这说明老大不是普通的雇佣兵，也不看看你们老大是谁。恭喜你，雨堂。若曦姐，别哭，新娘子哭花了不好看。叶凌云，你要是敢欺负雨堂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不会。姐夫，还叫姐夫？叫习惯了，改不过来。那就继续叫。你知道吗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好冷，像一块冰。现在呢？还是一块冰，但是会为我融化的冰。老大居然比我先结婚，你他妈都说了800遍了，这玩意儿勒得我喘不过气。根据我的数据，婚礼致辞的平均时长是3分20秒。老大，你准备讲多久？3句话。符合老大风格。凌云，玉堂就交给你了。爷爷放心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礼成。老大、嫂子，我干了！
老大，北非那会儿我就觉得你缺个女人，现在终于不缺了。嫂子，老大要是欺负你，跟我们说。雨堂，恭喜你，朔曦姐，谢谢你。姐夫，我以后是不是该改口叫你老公了？随你。那还是叫姐夫吧，习惯了。养生之道，在于顺应自然，调和阴阳，气血通畅，则百病不生。老大，周国富的案子判了，经济犯罪15年。知道了。周家产业已经全部被收购，按照您的意思，并入青云门的世俗产业板块。姐夫，喝汤，娘熬了一上午了。你呢？我喝过了。以后每天都会这样吗？会。青云医馆会一直在。真的不后悔？爸，我从来没后悔过。他救过我的命，我喜欢过他，但他眼里从来没有我。现在他有了雨堂，挺好的。你能想开就好。我想开了。对了，爸，赵叔叔家的青岩约我去省城玩几天，我想去散散心。去吧。儿子，青云门重光了，婚也结了，下一步什么打算？把医术传下去。青云医馆只是一家，将来会有第2家、第3家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爹就放心了。玉堂，你可得好好养身子，娘等着抱孙子呢。娘，娘还早。早什么早？你都多大了？请问叶掌门在吗？我就是。在下孙青山，蒲州散修，听闻叶掌门医术通神，特来拜访。你是异能者？叶掌门好眼力，我确实是异能者。最近蒲州出了几桩怪事，我查到可能与南阳巫蛊余孽有关。听说叶掌门灭了巫蛊教总透，特来求教。巫蛊余孽？是。虽然总坛被灭，但有一部分教徒逃到了蒲州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我知道了，雨堂，叫情报贩子来。蒲州3个月前确实有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进入，根据我监控的巫蛊教残余网络，是阿曼达的人。阿曼达，龙渊古茂那个圣女？是他。他被你打晕后，地宫坍塌前被人救走了，之后一直潜伏在蒲州。他为什么要去蒲州？蒲州城北有一座古墓，据说是巫蛊教第3代教主的中原别院，里面有巫蛊教早年搜刮的宝物和秘简。阿曼达应该是冲着那些东西去的。我去一趟蒲州。我也去。这次是真的可能有危险。我有这个，遇到危险我就扯断头发丝。不对，我没有头发丝，但我有这个。你教我的离火13针，我练到第3针了。好。叶掌门，怎么打？你附在外围，雨堂留在这里，我进去。你说过，任何时候跟在你身边，不许乱跑。好，跟紧我。阿曼达，叶凌云，上一次我留了你一命，这一次你还要找死吗？那就一起死！那就一起死！
追！找到了巫教的至高秘诀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巫蛊教第3代教主的忏悔书。他说，巫蛊之术源自青云门一位叛徒，所以巫蛊教的克星永远是青云门的苍龙诀。我找了一辈子的至高秘诀，竟然是一封认祖归宗的忏悔书。原来我巫蛊教不过是青云门的旁支末流。所以清玄子当年找上巫蛊教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渊源。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交出巫蛊教残余势力的全部名单，然后离开中原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我答应你，从此以后，巫蛊教不会再有一个人踏入中原。叶凌云，你比我强，不是因为苍龙诀，是因为你心里有要守护的人。叶掌门，多谢相助。福州的事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不必，巫蛊教的事本就是青云门的阴谋。以后叶掌门有用得着孙某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姐夫，阿曼达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哪句？他说你心里有要守护的人。他说的对。那个人是谁？你说。叶掌门，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想请你出山。沈先生，请说。江城这几年各方势力各自为政，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，但底下暗流涌动。周家倒台后，更是群龙无首。我们商议了一下，想请叶掌门出面，整合江城各方势力，成立江城商会。我只是一个大夫。叶掌门太谦虚了，你不仅是大夫，还是青云门掌门，暗夜六毛星的老大，巫蛊教的终结者。江城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，商会会长之位非你莫属。好，但我有3条规矩。叶掌门请讲。第一，不欺百姓；第二，不碰毒；第三，不勾结外敌。违者，我亲自清算。从今天起，江城商会正式成立，我是会长叶凌云。商会的规矩只有3条：不欺百姓，不碰毒，不勾结外敌。这3条规矩是我定的，谁要是犯了，我叶凌云亲自来找他。这叶掌门好大的口气，你新来的吧？荣渊巫蛊教总团，人家一个人灭的，周国父怎么倒的？就是惹了他。江城商会不是为了争权夺利，是为了让江城变得更好。同意的留下，不同意的现在可以走。好，那从今天起，江城商会正式运作。儿子，当上商会会长，担子更重了。我知道，爹。你师父把掌门传给你，是让你传承青云门的医术。沈万军他们推你当会长，是看中了你的实力和公道。这2件事儿都不能丢。爹放心，医馆我会继续开，病人我会继续看，商会的事儿是顺便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爹就放心了。你比你爹强，你爹当年只顾着追查灭门案，忽略了太多东西。你不一样，你心里装着很多人。因为我知道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。六芒星、雨堂、您和娘、师父、沈家、赵家、魏家，是你们让我走到今天的。好儿子。儿子，我想去青云门故地看一看。好的，爹。师父，
师兄师弟，苍兰回来了。20年前，我没能守住师门。20年后，我儿子重建了青云门。爹，起来吧，你带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地方。这里是大殿，当年你师父就是在这里传我医术的。这里是藏经阁，清玄子师兄就是从这里偷走青云一殿下半部的。20年前灭门那夜，我在这块碑前砍倒了3个巫蛊教高手，然后被他们围攻擒住。爹，都过去了，巫蛊教已灭，清玄子师叔也已伏诛，青云门的仇报了。报了，但青云门的传承不能断。儿子雨堂，青云门的未来在你们身上。爹，你放心，青云门未来就交给我们吧。姐夫，在想什么？在想师父说的话。他说，青云门不在隐世，医馆开在人间。你做到了呀！青云医馆每天都在救人，还不够。一家医馆能救的人有限。雨堂，回去以后，我们开始收徒弟。真的？真的。青云门的医术不能只在我一个人手。我帮你教。好的，有你我就放心了。丫头，你这棋力进步很快。是师父教的好。少拍马屁，你那点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行了行了，去吧，这棋下不下去了。师父，那我去了。师兄要是还在，看到这一幕，也该瞑目了。叶会长，商会成立1个月，江城各方势力基本整合完毕。有3家原本不太服气，但看到周家的下场后，都老实了。不服气的，让他们来找我。他们哪儿敢？您定的3条规矩，现在江城无人不知。有个小帮派想碰毒品生意，还没动手就被血煞盟的人按住了。怎么处理的？逐出江城，永远不许回来。做得对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另外，赵重山那边传来消息，省城有几家药材商想加入江城商会。您看，按规矩来，符合条件的可以加入，不符合的谁来都没用。明白。姐夫，喝汤。你每天都给我熬汤，自己不喝。我喝了，娘教我熬的，说我得多补补。姐夫，你现在又是掌门又是会长，会不会太累了？不累，医馆有你看药方，商会有沈万兴他们打理，六芒星各司其职，我只是挂个名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开第2家青云医馆，然后第3家，让青云门的医术传遍天下。那我当第1家分馆的馆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叫林远，想学医术，就像我娘一样的病人。你娘什么病？走了，没钱治。留下吧。多谢师父。以后叫我师姐就行。此处为寸口，乃脉之大会。医者当以人心仁术普度众生。这味药不可多，也不可少。
那个林远很像你。比我幸运，他学医的时候师傅还在。你师傅也在呀，青云子师伯每周都下山来转悠。师傅是来看你的，他说你比我当年聪明。那是。听说你们在收徒弟，算我一个。若曦姐，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反正我在家也没事儿，学点医术，以后也能帮上忙。学医很苦。我沈若曦什么时候怕过苦？好，明天开始跟着雨堂学基础。师姐好，若曦姐，你别这样。叶会长，青云医馆的第2家分店选址定了，在城西老工业区，那边工人多，医疗资源少。好，分店馆长让林远当。林远，那个15岁的学徒，他学了1年，医术已经可以独当一面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从穷人家里出来的，知道穷人看病有多难。城西分店，我血煞盟负责安保。第3家分店的选址也定了，在省城。这么快？赵青燕的病治好后，赵崇山在省城捐了一栋楼，不用白不用。叶掌门客气，那栋楼本就是我赵家抱上的。姐夫，还不睡？在想第4家分店的事。第4家准备开在哪儿？蒲州。孙青山来消息说那边缺一个好大夫。那就开，我陪你去。雨堂，这2年辛苦你了，医院、学徒、商会都是你在帮我打理。不辛苦，我喜欢做这些事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开心。第4家了，还会有第5家、第6家。我知道。老大、嫂子，我儿子满月了。好可爱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叶念安，姓叶。老大，没有你，我早就死在北非了。我儿子当然跟。雨堂，你和凌云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娘。是啊，爷爷想抱孙子了，贫道也想收个徒孙。再准备了。姐夫，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？都行。那你取好名字了吗？想了几个，男孩叫叶青云，女孩叫叶雨安。叶青云，叶雨安，好听。姐夫，你说我们以后会怎样？会一直这样。一直这样是什么样？医馆开着，病人在等，你在抓药，我在问诊，爹娘在后院，师傅在门口下棋，六芒星偶尔来蹭饭，这样就很好。这样就很好。请问叶掌门在吗？我就是。您是？我叫杨桃，是蒲州一中的老师。我丈夫赵刚印。叶掌门，久仰久仰。杨老师，你最近是不是总是做噩梦，半夜惊醒？您怎么知道？你身上有阴气缠身的痕迹，家里最近出过什么事？3个月前，我租的房子里死过一个女学生。她是猝死的。是，熬夜学习，猝死在书桌前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总是梦到她。不要打我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有害过人。我知道。你只是执念未消，
不愿意离开。我马上就要考上博士了，熬了2天夜，就这么死了，我不甘心。你以后跟着我吧，青云门缺一个整理医书的灵体，你生前是学霸，做这个正合适。带回医馆，让他在藏经阁整理医书。好。这么多书，以后这些书都归你整理。掌门的原话是分类编目注释，做不完不准投胎，我一定做好。凌云，3年前你初到江城，谁能想到会有今天？多谢各位一路扶持。叶掌门太谦虚了，没有你，江城商部会有今天的局面。省城的青云分店现在已是全省闻名的医馆，每天排队看病的人从早排到晚。福州分店也运转良好，孙青山隔3差5就来电话，问什么时候开第5家。第5家分店的选址已经定了，在南方滨海市。滨海市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，那边没有青云的分店，但有不少疑难杂症患者。半年后开业，林远会去当馆长。林远才18岁，能镇得住吗？他学医3年，医术已经不比我差多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在穷人家长大的，知道穷人看病有多难。你不去和他打个招呼？不用，他做得很好。奶奶，诊金免了，药费也免了。大夫，这怎么好？我师傅教我的规矩，穷人分文不取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回江城。第6家分馆的选址该定了。姐夫，喝汤。你今天熬的是什么？娘教的4护汤，补气血的。你最近天天给我熬补汤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姐夫，我好像有了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今天下午，我自己把的脉，然后找师傅确认了一下。雨堂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是你妻子。终于盼到了。我要当爷爷了。贫道要当师公了。老大，恭喜！嫂子威武！老大的孩子肯定跟老大一样能打。根据遗传学概率，继承老大医术天赋的几率是78.5%。以后我就是孩子的专职医生。雨堂，这是我从省城带回来的孕妇用品，全是最好最安全的。若曦姐恨不得把整个商场搬来。若曦姐，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还有一批在路上。雨堂，你这几个月什么都不要做，医馆的事交给我们，抓药我来，整理病历我来，你只管好好养胎。若曦姐，别哭，对孩子不好。雨堂，从今天起，你坐诊时间减半，抓药交给若曦，整理病历交给青岩。那你呢？我陪你。姐夫，你说孩子生下来像你还是像我？像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好看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说甜言蜜语了？实话。如果是男孩，
我希望她像你一样厉害。如果是女孩，我希望她像你一样聪明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只要健康就好。姐夫，我好幸福。我也是。这是为师在青云门旧址那棵松树旁采的灵芝，给玉堂补身子。谢谢师傅。玉堂，这是爹炖的鸽子汤，你娘怀凌云的时候就是喝这个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年你炖的汤，咸得我喝了3天水。谢谢你们。傻孩子，一家人说什么谢？老大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想给小老大准备一份见面礼。什么见面礼？我亲手做的一套机关玩具，等小老大长大了玩。我整理了一份全球顶尖医学院的资料，虽然小老大肯定在青云门学医，但多一个选择总没错。我没什么文化，就打了这把小匕首，防身用。我准备了一套儿童急救包，里面有我改良过的止血散和屁股丹。我把我那套北非服役纪念章擦干净了，一共7枚，给小老大当传家宝。你们老大，你别说话，再说我们该哭了。近战格斗高手送的，孩子还没出生呢就送刀。他说是防身用。狙击手的北非纪念章，他舍得？他说是传家宝。姐夫，你说我们的孩子怎么这么幸福，还没出生就有这么多人疼？因为他有一个好娘亲，有一群好叔叔，还有一个好爹。姐夫，你想好孩子叫什么了吗？想好了，男孩叫叶青云，女孩叫叶雨安。叶青云，叶雨安，宝宝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爹给你取好名字了。他听到了，他听我了。臭小子，力气不小。姐夫，要生了。怎么样了？还在生。母子平安，是个男孩。姐夫，是儿子叶青云。雨堂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能给你生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叶青云，以后青云门的掌门是你，以后青云医馆的馆主是你，但你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像你娘一样好的人。老大的儿子以后肯定跟老大一样猛。就在医馆办，简简单单就好。这小子长得跟他爹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可不是，凌云刚满月的时候也是这么胖。
根骨不错，是个学医的好苗子。这是为师给你的见面礼，青云门祖传的护身玉佩，你爹都没有。师傅，您偏心。我偏什么心？你小时候皮糙肉厚，用不着这个。好笑。废话，满月的孩子能有多大？他怎么哭了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你手太糙了，给我。根据婴儿行为生理学，哭声分7种类型。刚才这一种属于陌生人焦虑。说人话，他怕你。他不是怕你，是认生，多抱几次就好了。那我以后天天来抱。姐夫，你当爹了，什么感觉？比当长明重，比当会长重，比北非打仗重。用多少？全部加起来再乘以100倍。我也是，以前我觉得能和你在一起就够了，现在有了青云，我觉得以前的想法太自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为他活着，也要为你活着，更要为这个家活着。一起。一起。这是膻中穴，这是内关穴，这是劳宫穴。膻中、内关、劳宫，这3个穴位组合叫什么？救心3针。对，当年你太爷爷突发心梗，爹就是用这3针救了他。爹好厉害！好了，休息一会儿。青云，吃水果。谢谢娘。他学医的天赋比你当年还高。师傅说，这小子是100年一遇的奇才。那你会把掌门之位传给他吗？等他长大，让他自己选。青云，扎马步，半个时辰。爷爷，为什么要扎马步？因为你爹小时候也扎，你爷爷我小时候也扎。青云门的医术讲究医武合一，没有扎实的基本功，针都拿不稳。可是我爹说，他当年在北非打仗的时候，从来没扎过马步。那是因为你爹天赋异禀。那我也天赋异禀，师傅公说的。行，你天赋异禀，那也得扎马步。少废话。爹，你给我讲故事。讲什么？讲你当年在北非打仗的故事。北非有一个地方叫死亡谷，爹和5个叔叔在那里被100多个人包围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6个人把那100多个人全部打倒了。爹好厉害，我以后也要像爹一样厉害。你不需要像我一样厉害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厉害一点点。我记住了，比昨天的自己厉害一点点。好啦，该睡觉了，明天还要跟师傅公学医呢。爹晚安，娘晚安。晚安，宝贝。他越来越像你了。像我不好。哪里不好？我觉得很好。叶青云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青云门第139代弟子。为师传你青云门医术，你需悬壶济世，不可恃强凌弱。弟子谨遵师公教训。这是你爹当年用过的第1套银针，
现在传给你。谢谢师公。他长大了，时间过得好快，还会更快的。小师弟练得怎么样了？林师兄，你教我离火13针好不好？爹说你已经练到第9针了。好，你看好了。第1针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小子比他爹当年还猛。浮脉，举之有余，按之不足；沉脉，举之不足，按之有余。青云，累不累？不累，我要像爹一样，当最好的大夫。爹，雨堂，有件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第6家分店的馆长定了，是林远推荐的人选，他的大弟子，今年18岁。青云医馆已经开到第6家了，还会有第7家、第8家。爹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当馆长。好，到时候总管交给你。嗯。叶大夫在吗？奶奶，我爹出诊了，我给您孙子看看行吗？是风热犯肺，我开3副药，回去煎了喝，2天就能退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他真的长大了。刚才那个小病人的药方我看了，开得很好。真的吗，爹？只有一味药的剂量偏大了些，松叶你开了3分，这个年纪的孩子2钱就够了。我记住了。苍龙诀的精髓是1、5合一，内力运转要如苍龙出海，刚柔并济。这小子真是100年一遇的奇才。爷爷，我刚才感觉到丹潭里有一条龙在游。那是苍龙诀的真气化形，你爹当年练到这一步用了5年，你只用了3个月。因为我爹教的好，爷爷教的也好。哈哈哈哈！臭小子，比你爹会说话多了。青云今天看的那个小病人，2天后撤烧了，老太太特意带着孙子来感谢。我知道，他越来越像你了，不只是医术，连说话的语气、开方子时的表情都像。他比我强。我10岁的时候还在山上被师傅逼着背药方，他已经能独立坐诊了。那是因为他有你这样的爹。雨桐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对他太严了？不严，他是青云门未来的掌门，严一点是为他好，而且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因为他知道你是为他好。20年了，20年前你娘在医馆门口送我，让我早去早回，这一走就是20年。如今回来，孙子都10岁了，都过去了。现在一家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好。爹，这棵树是你种的？ 20年前种的，为什么要种在这里？因为这里是青云门的根。那我以后也在这里种一棵树。这里是大殿，你师公当年就是在这里教你爷爷医术的。这里是藏经阁，青云门的100年医简原本都藏在这里。后来呢？后来被叛徒偷走了下半部。你爷爷为了追回医典，囚禁了20年。那个叛徒呢？死了。
死在爹面前。爹，我以后一定会保护好青云门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他。你是我种的，以后要好好长大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20年前你种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一天，儿子会在这里种下另一棵？没想过。那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再过20年，这2棵树都会长成参天大树，青云门也会。一定会的。爹，爹，让我来。做得很好，已经有我80成功力了。还不够，我要超过爹。那就继续练。青云今天救了那个工人，沈万恒在场，说要推荐他去省城医学院进修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不去，他要留在青云医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青云医馆是爷爷和爹2代人的心血，他要守在这里。这孩子比我有担当。他是你儿子，像你，也像你。他性子里的柔和和耐心，都是跟你学的。那打人的时候呢？上次街上有混混欺负小姑娘，他上去3拳2脚就把人打趴了，那架势跟你当年一模一样。这个就不学了。爷爷，爹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师傅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师傅当年收留我，教我医术，我这辈子都是青云门的人。老大，20年了。20年了。当年在北非，你说要回国查案，谁能想到20年后的今天会是这个样子？我也没想到，但这是最好的样子。 20年前，凌云刚到江城的时候，谁能想到青云门会有今天？师兄，是你选对了人，是你生了个好儿子。你们俩别互相吹捧了，都是我儿子的功劳。师父和爹又在互相吹捧了，让他们吹，高兴就好。姐夫，20年了。你后悔过吗？后悔来江城，后悔接手青云门，后悔？没有，来江城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我也是，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雨堂，下辈子我还娶你。下辈子我还嫁给你。青云，跪下。青云门第138代掌门叶凌云，今日传位于长子叶青云。你便是青云门第139代掌门。弟子叶青云领命。青云门的担子从今天起交给你了。爹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已经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青云门第139代掌门，你可愿立誓悬壶济世，不欺百姓，以武和世强凌弱，将青云门医术传于天下？弟子愿立此誓。恭喜叶掌门，贺喜叶掌门！别哭，他长大了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知道才想哭。穿掌门衣服就要有掌门的样子。
娘，我会的。青云掌门不是权力，是责任。我知道，爹。掌门是要让青云门变得更好，让更多人看得起病，让青云门的医术传下去。爹娘，有件事我想跟你们说。什么事儿？我喜欢一个姑娘，是林远师兄的弟子，叫顾小曼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怎么不早说？3年了，一直没敢说。带回来看看。嗯。见过叶师公、苏师婆。别叫师婆，叫伯母就行。小曼，你家是哪里的？学医几年了？回伯母，我家在滨海，跟着林远师傅学医6年了。小曼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离火13针已经练到第10针了。你眼光不错，爹教的好。我教的是医术，不是看姑娘。小曼，青云这孩子从小跟着他爹学医，性子有些冷，但心地是好的。我知道伯母，林远师傅跟我说过，叶掌门，我是说青云，他看着冷，其实对人很好。你不怕他？不怕，他对我很温柔。那就好。以后青云要是欺负你，你来找我。谢谢伯母。还叫伯母？娘。儿子要娶媳妇了。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好像昨天他还在地上爬，今天就要成家了。还会更快的，再过几年，孙子都有了。你到时候可别像爹那样，天天逼着孙子扎马步。扎马步是基本功，该扎还得扎。你呀，跟你爹一个样。雨堂，谢谢你，给我生了这么好的儿子，陪了我这么多年。谢什么？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陪着你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掌门之位传给你了，媳妇儿也娶了，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小曼，会管好青云门，会让青云医馆越来越好。好，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早点让我抱孙子，你娘等不及了。知道了，爹。儿子结婚了。我们老了。不老。头发都白了还不老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25年前的样子。你也是，永远是那个穿着廉价外套、面无表情从机场走出来的男人。雨堂，这辈子值了。值了。凌云，为师要走了。师父，别难过，为师活了80多年，够了，够了。30年前你在北非，为师托梦给你，让你回江城查青云门灭门案，你二话不说就回来了。师父的命就是我的命。后来你灭了巫蛊教，救回你爹，重建青云门。为师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，就是收了你这个徒弟。你是掌门，掌门不能哭。师父，走好。
师傅，您放心，青云门会一直在。师公不会把青云门传下去的，传给您的徒孙，传给徒孙的徒孙。在想师傅。师傅走得很安详。他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，就是收了你这个徒弟。我知道，30年前我在北非收到师傅的密令，那时候我以为只是回来查一桩旧案，没想到这一查就是一辈子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师傅给了我一个家，青云门就是我的家。师傅走了，但青云门还在，你还在，青云还在，以后的徒子徒孙都会在。对，都会在。叫什么名字？叶念安，纪念师公青云子。好名字。我叶苍兰活到这把年纪，看到曾孙了，值了，值了！老头子别哭了，吓着孩子。念安，太爷爷教你医术，青云门的离火13针、苍龙诀全部交给你。孩子才刚出生，你就惦记着教医术？那当然，青云门的种天生就是学医的料。爹高兴坏了。你呢？高兴吗？高兴。姐夫，我们当爷爷奶奶了。30年前你刚到江城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没有。那时候我只想查清灭门案，救回父亲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这一生值了。我也是，这一生值了。儿子，爹要走了。爹，别难过，爹这辈子够本了。20年在巫蛊教地牢，生不如死，是你把爹救出来的。后来又活了30年，看到你成家立业，看到青云长大娶媳妇，看到念安出生，够了，真的够了。老婆子，过来，这辈子苦了你了。我走了以后，好好活着，多看看念安长大。你放心，儿子，青云门交给你，爹放心，以后交给青云，交给念安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我会的。老婆子，儿子，我走了。爹，师傅，师叔，青云门会一直传下去。爷爷，师公，师叔公，孙儿会把青云门传下去的。太爷爷、太师公，念安也会把青云门传下去的。爹走了，师傅走了，我们也老了。你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有一天我们也走了，青云门怎么办？不怕，因为有青云，有念安，有林远，有12家分店的馆长，有那么多学徒。青云门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。爹走了，师傅走了，以后我们也会走，但青云门会一直在。会一直在。是风热犯肺，松叶2钱，菊花2钱，连翘2钱。这小子比他爹当年还聪明。爹，我当年也很聪明。你当年开松叶剂量偏大了，念安比你准。您记性真好。爷爷，
太爷爷当年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太爷爷教我扎马步，每天半个时辰。那爷爷也教我扎马步。不用了，你太爷爷那套过时了。那爷爷教什么？爷爷教你一句话：什么话？医者仁心。医术再高，没有人心，不如不学。我记住了，医者仁心。念安今天在诊堂帮忙开的那张方子，连林远都夸了。他比他爹有天赋。你当年也这么说青云的。一代比一代强，这是好事。姐夫，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40年了。40年了，好快。好快。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有，想看着念安长大，想看着青云把医馆开得更好，想和你多待几年。我也是。那就再多待几年。叶大夫，我老伴儿病了很久了，这是家里所有的钱。诊金免了，药费也免了。谢谢叶大夫，谢谢叶大夫。念安，记住，青云医馆的门永远对穷人敞开。爷爷，我记住了。雨堂，50年了。50年了。谢谢你，陪了我一辈子。谢什么？下辈子我还嫁给你。好，下辈子我还娶你。爹，太爷爷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太爷爷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大夫，也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。那我以后也要像太爷一样。